各位，中國的網友都服了。這新加坡的這前後倆總理李顯龍和黃循財是一個靠譜的都沒有啊。這個黃循財前兩天的時候說瘋話是吧？被那個中國的網友還有這些這個媒體的名嘴是批的是体無完膚。然後呢，大家都以為呢，就是他的老師啊，这個前總理李顯龍，李家的人嘛，顯然這個不會像黃循財這樣口沒遮攔的，城府至少得深一些吧，是吧？那沒想到啊，這兩天啊，這個李顯龍在中國訪問吶，他在中國訪問的時候說了一番話，把中國的網友都給驚呆了呀。那李顯龍說啥了呢？這個李顯龍訪問了廣西啊，最開始的時候他說了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還有中美關係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話呢倒還算是靠譜。我這次訪問在廣西，有機會跟廣西的省級自治區級領導會見，交談，有很坦誠的交流。他們都對新加坡的發展有濃厚的興趣，他們也希望我們有一些看法，能夠幫助廣西加深跟新加坡的商貿交往和跟亞細安的商貿交往，所以我們很鼓勵這樣的一個心態，也希望促進這樣的合作。我們跟廣西的合作，因為重慶互聯互通項目，因為我們有海陸空國際通道的計劃，已經加深了不少。所以我在廣西就訪問了他們的港務集團的總部，也訪問了他們的 logistics park， 就是物流園。這些都是因為有互聯互通計劃，所以產生了積極的經濟效果。當然潛能還很大，也需要一些努力，加深雙邊的貿易額，同時能夠簡化雙邊的管理貿易的程序，這些是我們應該做也，我想我們會做的工作。在上海，我看了一些科技項目，包括昨天去看他們叫做人形機器人，一個孵化器，有各種各樣很新奇的構想。我看人形機器人的科技其實雖然進步得很快，你看它會打氣功了，會翻跟斗了，會跳舞了，會打乒乓，但是要找到實際的用途，我看還需要3-5年，可能稍長的時間。但是這個是長期來說，這個是很有潛能的一種科技，我們值得去了解它，熟悉它。中國對科技的發展是很積極的，其實是國家級的一個關注的重點，是他們所謂的高質量發展，就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科技。我們應該和他們學習，和他們交流。他們關於 AI 跟機器人的科技很多是他們叫做 open source， 是開源的。換句話說，他們的源代碼是公開的，大家你可以用我的，你可以去研究它、了解它，你可以去更改它、改進它。這樣的研發的一種思維，我看有助於推動整個經濟的更快的發展。所以中國這麼做，我看我們有機會向他們學習，也有機會接受從中國來的高科技的投資。我們歡迎這樣的一個新的發展，因為中國發展能夠帶動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我們有跟許多國家的聯繫，但是中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所以我們需要了解中國，也需要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使中國或者至少中國公司會覺得跟新加坡交流是有好處的。所以我看對我們來說，每1-2年到中國來看看最近沒有去過的地方，去追求一些新的投資或者貿易或者合作機遇是必要的。
中美關係和中俄關係，我看中美上個星期的峰會，雙邊都評估說是有好的效果。我們也只能夠根據雙邊的報告，我們覺得有好的效果，對兩邊都是好的，並且對世界也是好的。因為中美關係能夠維持穩定，能夠積極穩定，能夠在最大的程度上互相配合合作，對兩方都有好處，對世界也有好處。但是我好像剛才用英語說，中美關係去年跌宕起伏，有很緊張的關頭，也有些放鬆的時刻，在一年之內起伏好幾次，所以現在好像是平穩下來了，希望如此。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那當然是好消息，但是我們心裡也必須有準備，萬一出現狀況，我們不會太驚奇。如果從一個比較長遠的觀點來看，過去10年、20年，中美關係其實有明顯的長期的改變，因為兩方的對比已經慢慢漸漸改換平衡了。以前是美國是最大的，中國明顯落在後頭。過去10幾年來，中國漸漸趕上，在量方面 GDP 如果是 PPP 來說，其實有些人說中國經濟已經超過美國經濟來得大了。當然，如果問誰的經濟發達比較先進，當然美國還是明顯的比較先進。人均當然美國還是更遙遙領先。不過中國是迎頭趕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兩國的關係慢慢緊張起來，兩國之間的矛盾慢慢加深，兩國之間對彼此的態度也慢慢強硬起來。要改變這樣的局勢，這個冰凍三尺，沒這麼容易很快的解決，也不容易基本的解決。我們只能夠去處理它，緩和它，避免產生危險的衝突，避免產生能夠擦出火花的摩擦。所以這個我希望兩個國家能夠做得到，但是這個我們要看看事情會怎麼樣發展。中國跟俄羅斯他們關係在最近幾年來，因為兩個國家都跟美國的關係緊張了，所以兩國之間更加有理由增強他們的友好關係。所以這一次普丁總統訪華，結果並不會出人預料之外。他們原來就已經是有很密切的交流，訪華之後還是如此。但是中國，我相信雙方都要表示，雖然中美開了峰會，但是中國的基本的立場、基本的地緣政治上的聯繫並沒有改變。可是後來的記者採訪他的時候，他說出來的卻是瘋話了。中國的網友說：“你說的這是人話嗎？”我們先來聽聽他說了什麼。Chinese majority country, but we are a multiracial society. We are a separate country with separate sovereignty from China. We cooperate as friends, and in order to have mutual benefit, but it's because we both share common interests, and not because we are both the same ethnic descent. The Chinese are actually using AI on a very extensive way. Many of the app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AI capabilities. So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we should learn from, both parts, both leaning forward on applying it, as well as thinking ahead what the impact on us and how we can. 是說的這話呢，是事實，沒啥問題。你要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新加坡就不是中國人他們是海外華人，不是中國人，這沒錯，對嗎？你這個落葉歸根，人家中國也不收你啊，是這意思吧？但是這中國網友說不是，
你这个李顯龍，你這是有點自作多情了吧？啊，說誰把你們視作是中國的一部分了？用得着你自己跳出來喊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問題是中國什麼時候想讓你們成為一部分了？那你們還想跟台灣一個待遇？對不起，中國網友說我們不要你，台灣我們認為的是自己人，是同胞啊，你新加坡人，對吧？你現在跳着腳的喊這話，你不覺得啊這有點瘋嗎？那有中國網友就說這李顯龍顯然跟馬英九一樣，是吧？這都老年癡呆了嘛，這不老了把自己這個政治家的啊這些原來積累的這些人品，你這是都要敗光了啊，對吧？各位，你們對這個事兒怎麼看呢？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